明明知道母龙一辈子只能产下3颗蛋，可看见新生命破壳而出的一瞬间，国王还是命令手下将3只幼龙杀害。惨叫声瞬间惊动了巢穴里的远古巨龙，众人这才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承受对方的怒火。国王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，立刻跪地求饶，希望能够得到巨龙的原谅。为此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没想到怪物却认为捏死这只蝼蚁未免太过仁慈，他要以牙还牙，拿国王的3个亲生女儿抵债，并且从今往后，每一位继承者在登基之前都必须献上3个女儿，用来祭奠幼龙们的在天之灵。然而巨龙还是低估了人类的狡诈程度，为了保住王室血脉，他们在举办祭祀仪式前夕，都会以联姻的理由哄骗无知少女来到皇宫，假惺惺的为其加冕，快速走完婚礼流程，紧接着将对方带到巨龙巢穴，毫不留情地扔进万丈悬崖。小美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在大婚当天竟然遭此厄运，不由得发出阵阵惨叫。幸好有藤蔓作为缓冲，这才侥幸保住一条小命。许久过后，小美从昏迷中苏醒，立刻朝着洞口疯狂呼救。然而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回应，反而惊醒了一个恐怖的存在。小美不敢在黑暗中久留，赶忙尝试向上攀爬，可陡峭的崖壁根本没有任何着力点，要想逃出去难如登天。正当她束手无策时，背后山洞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伴随着微弱的火光噼啪作响。小美见状，顿时心跳加速，小心翼翼地走向洞口张望，紧接着捡起地上的树枝，准备进去一探究竟。然而走出洞口才发现，原来是一只浑身燃烧火焰的麻雀正在殊死挣扎。小美不忍看到对方发出痛苦的嚎叫，于是立刻用沙子帮忙扑灭火焰。可这个可怜的小东西还是在挣扎过后失去了生命。正当她准备埋葬对方之时，只见一群被火焰吞噬的鸟群惨叫着冲出黑暗，似乎刚经历了一场无比恐怖的灾难。小美惊愕地目睹这一切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只能任由鸟群四处乱撞。他突然意识到阴影中可能藏着某种恐怖的生物，突然一只巨大的爪子掠过石壁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小美见状立刻扭头逃命，躲在石柱后面不敢发出任何动静。不料那怪物却犹如猫系老鼠般询问小美的名字，并表示他闻到了女孩体内的皇室血脉，这是他们的先祖欠下的债，必须要后代的性命来还。直到现在，小美这才明白为何在仪式开始前自己会被割破手掌，与王子的鲜血相融，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巨龙，拿他们的性命填坑。小美来不及思考，立刻尖叫着疯狂逃命。恶龙则不慌不忙喷吐龙息，似乎十分享受猎物在临死前散发出来的恐惧。小美提起裙子，不顾一切地逃向隧道，然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被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，而对方正是之前在王室见过的那个女孩。显然他们都被当成祭品扔进了巨龙巢穴。很快火焰再次席卷而来，小美无路可退，急忙钻向狭小的洞口，虽然勉强躲过一劫，但大腿却不幸被烈焰灼伤，疼得她惨叫连连。好在洞穴狭窄，小美这才找到机会快速为自己包扎伤口。她明白只能靠自己才能逃出此地，于是立刻点燃了随身携带的易燃物，用作照明，朝着洞外缓缓移动。就这样，凭借坚强的意志，小美不断深入洞穴朝上攀爬。可眼见前方越走越窄，她只好弯下身慢慢爬行。没想到由于用力过猛，竟然不受控制地摔向地底。幸好经过短暂的滑行过后成功落地，虽然摔了一跤，但好歹没受什么伤。此时火把燃烧殆尽，她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不断前行。一片神秘的蓝色光芒映入眼帘，可要想成功抵达对面，她必须越过那道深不见底的深沟。扔掉婚戒之后，小美立刻鼓起勇气，朝着断崖一跃而下。可由于腿部受伤，竟然差点坠入悬崖。危急关头，衣服上的奇异链条勾住裂缝，这才让她得以喘息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小美终于拖着重伤的身体爬上平台，看到神秘的发光体竟然是由一种昆虫和分泌物组成。她顿时灵机一动，撕下衣服当成灯罩，紧接着将萤火虫装进去，制成了一个简易的照明装置。就在此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滴水的声音。小美见状，立刻提着萤火虫上前查看，果然在洞穴中发现了水源。可由于泥土污染的缘故，这些潭水根本无法下咽，她只能来到寒冰下靠水滴来解渴。上方突然被阴影笼罩，瞬间便加快了冰柱的融化速度。随着一束红光映入面庞，炽热的烈焰再次喷涌而出。好在小美足够警觉，这才暂时躲开了巨龙的追杀。小美躲在山洞中不敢发出声音，无意间注意到有人在墙上提示。看到洞穴中的累累白骨以及一排排名字缩写，小美突然明白，几个世纪以来，已经有无数个女孩被王族以联姻为名诱骗至此，沦为了巨龙的祭品。小美靠着石壁缓缓进入梦乡，恍惚间，她似乎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女孩在这里孤独而绝望地死去，完全没有任何逃生的希望。小美从噩梦中惊醒，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右脚被一群怪异小虫覆盖。她赶忙坐起来解开伤口处的绷带，可当小美抓走最后一只时，却惊讶发现原本烧伤的大腿竟然离奇般愈合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小美又抓了一只萤火虫放在受伤的手臂上，果然片刻之后，溃烂的皮肤开始迅速恢复，
这也意味着他终于有了逃出去的希望。根据之前被献祭的王妃们留下的地图，现在的位置正是巨龙无法触及的安全区。只要按照前辈们在地图上的提示，说不定他就能够躲开恶龙的追杀，逃出升天。制定好计划后，小美立刻在墙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紧接着提着萤火虫灯笼缓缓走向黑暗。不久之后，她突然听到远方传来一阵风铃声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头顶的水晶岩石在震动时发出的律动。温暖的阳光透过洞口刺穿黑暗，瞬间便让小美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。她鼓起勇气与萤火虫告别，没想到却意外在地上发现了一顶王冠。从上面刻下的符号判断，应该是一位逃出升天的王妃留下来的装备。小美见状，立刻撕碎长裙缠在手脚上，做好攀爬准备，紧接着一步步朝着光明走去。尽管路途中布满了锋利的水晶，凶险万分，但却丝毫没有阻挡小美前进的步伐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洞穴下方，发出梦魇般的嘶吼，瞬间便让小美乱了方寸。恶龙见状，立刻张开血盆大口，静静等待猎物掉下来。幸好在危机关头，小美伸出王冠卡住岩石，这才侥幸保住一条小命。恶龙似乎不着急将对方焚为灰烬，反而语气嘲讽鼓励女孩继续攀爬。然而等到小美抵达目的地，才发现地图上的出口竟然建立在悬崖峭壁之上，根本没有任何爬下去的机会。看着远处那座富丽堂皇的城堡，她瞬间情绪崩溃，陷入绝望当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美被一阵嘈杂的马蹄声惊醒，她立刻挥舞双手，大声呼喊，企图引起对方的注意。没想到回应她的却是凶狠的恶龙。小美这才明白，一直在墙上留下提示的女孩并没有顺利逃生。眼看恶龙即将喷吐龙息，她心知自己再难活命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呼喊声惊动了巨龙。小美听到了父亲的呼喊声，赶忙原路返回，想要警告对方多加小心，没想到却意外来到了巨龙的巢穴。看到散落在地的黄金王冠以及3头幼龙的尸体，小美意识到王族的起源完全建立在谎言之上。小美的父亲得知真相后，立刻雇佣向导闯入巨龙巢穴，想要借机救回女儿。然而面对高达万丈的远古恶龙，渺小的人类士兵根本毫无招架之力，片刻之间就被对方悉数解决。躲在角落里的小美心知自己一旦出去，恐怕2个人都难活命。老人也认识到这一点，接连嘱咐女儿千万不要出来。他承认自己之前决定错误，不应该为了王国利益牺牲小美的幸福。为了补偿对方，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只希望女儿能够顺利离开此地。没想到这番话却彻底激怒了恶龙公主，亲眼目睹父亲被恶龙刺穿胸膛，自己却只能躲在角落里失声痛哭。然而即便是轻微的响动，还是被恶龙敏锐捕捉，立刻转身试图找到这个屡次逃脱追捕的女孩。小美见状，赶忙屏住呼吸，躲在石头后面苦苦周旋。幸好在危机关头，同样躲在角落里的向导不小心发出声响，却意外将怪物引出巢穴。小美这才找到机会来到父亲身边，对方心知自己大限将至，接连嘱咐小美可以利用他来时留下的绳索逃生，势必要带着继母和妹妹安全返回家乡。眼看父亲已经没了呼吸，小美只能化悲愤为力量起身离开。恶龙忙于搜捕向导之时，小美奋力抓住绳子向上攀爬，只可惜对方很快便发现目标错误，无比愤怒捏死了这只干扰自己的蝼蚁，紧接着挥舞双翅快速冲向企图离开巢穴的公主。小美见状，立刻加快步伐，不敢有丝毫停留。幸好在危机关头，她终于爬上悬崖，来不及思考，立刻骑着父亲留在此地的白马朝着海边疯狂逃命。可恶龙又岂会轻易放过这个来之不易的祭品，迅速冲出巢穴，发出阵阵嘶吼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在中途下马，迅速藏到巨石下面转移注意力。恶龙发现马上空无一人，瞬间暴怒，开始对沿途地面进行无差别攻击，无论如何也要烧死小美。女王看到巨龙巢穴火光冲天，立刻猜出是祭品惹恼了对方。为了平息恶龙的怒火，她竟然亲自带兵抓走了小美的妹妹，完全不顾对方尚未成年，强行划破手掌，让女孩沾染皇室血液，紧接着毫不留情地将其扔下悬崖。等到小美好不容易逃出升天与继母会合，这才得知女王竟然丧心病狂带走了妹妹。为了救出家人，完成对父亲的承诺，小美决定重返巢穴与恶龙展开决斗。有了以往的经验，她快速单刷副本抵达萤火虫洞穴，紧接着利用水潭里的污水掩盖自身气味，随后捡起散落的铠甲，把它们堆在一起，制造出一个简易的岩石装置，用来转移巨龙的注意力。默默祭奠完父亲过后，小美捡起地上的长剑，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此时恶龙正守在死去的幼崽身边，打算杀掉这个浑身散发出王族气味的女孩。突然岩石装置启动，发出剧烈的声响，恶龙见状立刻一跃而起，朝着声音的来源冲了过去。殊不知小美一直待在附近，直到看见恶龙离开此地，这才急忙来到妹妹身边唤醒对方。只可惜在掉落悬崖之时，妹妹被摔伤脚踝，根本无法快速逃离。眼看巨龙察觉上当，发出阵阵怒吼，小美只能让妹妹暂时躲起来，自己则准备单刷恶龙。小美将了解到的真相告诉对方，并表示自从老国王杀死幼龙之后，并没有按照约定献出自己的女儿，而是利用联姻的方法
哄骗无知少女沾染王室鲜血作为祭品献祭给了恶龙。可无论她如何解释，对方始终不愿意相信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刺出长剑，自己则被巨龙烧伤坠入水中，双方两败俱伤，谁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。爬出湖面后，小美略作喘息，再次尝试夺回长剑，没想到却被恶龙找到机会扑倒在地。小美强忍剧痛，迅速抽出胸前匕首反击，终于刺瞎了恶龙的眼睛。她拖着重伤的身体捡起长剑，正面迎敌，再次表示自己不是王室的后裔。然而恶龙却十分固执，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刺中恶龙的手掌，这才暂时挣脱了束缚。眼看双方都已是强弩之末，小美决定不再用蛮力对敌。她缓缓来到一处巨石下边，故意言语嘲讽激怒恶龙。恶龙被火焰反噬，顿时发出阵阵悲鸣，很快便倒在地上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小美见状，伸出手掌表示，每个被献祭的女孩都有着同样的伤口。王族正是利用这个方法骗了恶龙几个世纪，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受害者，只有强强联手才能撕碎王族的谎言。小美来到水潭当中，取出萤火虫，医好了巨龙的伤势，紧接着只身一人返回城堡。此时大殿中依旧在举行婚礼，哄骗无知少女祭奠恶龙。她不想过多解释，只给众人最后一次逃生的机会。可女王却自视人数众多，丝毫不慌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城墙上突然落下一头恶龙，伴随着炽热的龙息，彻底摧毁了这个遍布罪恶与谎言的土地。故事最后，小美乘坐大船返回家乡，但这次与之相随的是一条足以将她推上铁王座的巨龙。